你以为《孙子兵法》是教人怎么打赢的？错了。这本书从头到尾6000多字，没有一句话是在教人怎么赢，他教的是怎么不输。赢家会倒台，不输的人才能一直坐在牌桌上。你只要不下桌，这局没赢，下局还有机会。但你如果输光了下桌，后面就算开出再好的牌，也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这就是《孙子兵法》和36计最根本的差别。36计是教你在走投无路时怎么翻盘，是术，是险招，是不得已的最后一搏。孙子兵法是教你在根本不需要走到那一步之前，就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这是世道的规律，是你一辈子都用得上的底层逻辑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求胜，但他们从来没想明白一个问题：胜利的对面不是失败，是不败。失败是一瞬间的事，不败是一种持续的状态。只要你不败，你就永远保有机会；只要机会还在，你就没有真正输过。今天在决胜谋略，我不想带你逐条背诵的13篇，我要用7个故事，从战国到大汉，从鹿港到新竹，为你拆解《孙子兵法》最核心的5条战略思维。听完这5条，你会发现，原来那些在商场、职场、人生里真正走得长远的人，他们不是运气好，他们只是把2500年前的智慧活成了自己的本能。第1条，以强胜弱，不要相信以弱胜强的鬼话。孙子兵法开篇计篇讲的不是怎么打，而是能不能打。他提出5式7计，道天地将法7个科目，逐一打分，分数高的迎面打，分数低的洗洗睡，别折腾。孙武告诉你，所有以弱胜强都是神话，唯一可靠的胜仗是以强胜弱。很多人崇拜官渡之战、赤壁之战，觉得曹操以少胜多，周瑜火烧连船太神了。但你仔细看，官渡之战前，曹操真的弱吗？他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占据政治正统。他收编青州兵30万，兵力并不悬殊。他烧乌巢时冒险，但冒险的前提是许攸来降。他掌握了袁绍的致命弱点，那不是以弱胜强，那是在关键局部集中了绝对优势。赤壁也一样，周瑜有3万精兵，曹操号称80万，实际参战的北方水军不过15、16万，且水土不服，瘟疫横行。周瑜选择的战场、时机、战术，都是在自己最强、对手最弱的那一个点上把拳头砸下去。1980年代，新竹科学园区刚成立，很多小公司抢着做半导体封装，其中有一家叫新兴电子，规模不大，资金不厚，技术也谈不上领先。那时候园区里的龙头是日月光，新兴的老板去拜访大客户，人家连会议室都不借，让他在大厅沙发坐了40分钟，只派1个科长下来收名片。这种屈辱谁受得了？但新兴的老板没有赌气，没有把钱砸去盖大厂跟日月光硬刚。他做了一张表格，把日月光和自己的优势劣势一条一条列出来。日月光强在哪里？规模大，产能足，客户信任度高。弱在哪里？大公司僵化，客制化能力差，小单子不接。新兴强在哪里？灵活，反应快，愿意配合客户改设计。弱在哪里？没名气，产能小，大客户不敢用。他没有想怎么打败日月光的强项，他想的是怎么在日月光的弱项上建立自己的强项。接下来10年，新兴专做一件事儿，大厂不愿意接的急件订单，客户要10种不同规格的样品，日月光要3个月，新兴3周交货。客户想是一种新封装技术，量还不确定，日月光要10万片才开线，新兴5000片就陪你试。2000年，新兴电子挂牌上市。他没有打败日月光，但他也不需要打败日月光。他在自己选择的那条战线上，成了绝对的强者。真正的战略，不是用你的弱点去攻击对方的弱点，那是赌博。真正的战略，是用你的强项去攻击对方不愿意防守的空地。
在开战之前，先把自己拉到必胜的位置，而不是指望奇迹。这就是孙武说的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”。公元199年，官渡之战结束，曹操以弱胜强，一战定北方。但很少有人问曹操打赢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不是庆功，不是封赏，是烧信。他从袁绍的帐中搜出大量书信，全是许多官员和袁绍暗通的证据，左右建议，逐一点名，按名单抓人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曹操没有看那些信，他当着众将的面，一把火烧了。少之强，孤犹不能自保，而况众人乎？这句话的格局比官渡之战本身还大。真正的赢家从不在胜局已定之后赶尽杀绝，因为他知道今天你手里有刀，明天刀可能在别人手上。你给对手留一条活路，其实是给未来的自己留一条退路。新兴没有追杀日月光，曹操没有清算通敌者，他们赢得不是一场战役，是人心。第二条，算代价，打得过，打不起也不要打。作战篇讲的是作战，是后勤。很多人读这一章觉得无聊，什么驰车千驷，隔车千乘，代价10万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但孙武其实在说一个更深刻的道理，打仗的成本远远不止你眼前看到的那笔账。你以为付了薪水就叫成本，错了。员工的热情、主管的信任、客户的耐心、市场的窗口期，这些都是成本。仗打太久了，成本会从你看不见的地方一点一点漏掉。等你回过神来，已经没子弹了。台北东区有一间老字号的江浙菜馆，叫荣荣园，老板娘姓沈，今年80多，还在店里亲自端盘子。她有个原则，30年没变过，一天只做1轮。客人晚餐只接6点半的一桌，8点半准时打烊，天王老子来也不加桌。有人劝他周末加个第2轮，1个月多赚几十万，为什么不赚？沈老板娘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：我赚的那几十万，赔掉的是我师傅传下来的手艺。师傅教我做菜要用心，赶出来的菜心是飘的，它的成本跟别人不一样。别人看到的是少赚的钱，他看到的是，如果为了冲业绩，把师傅操坏了，把质量做差了，把老客人得罪了，这间店的命就只剩3、5年。而他想要的是，这间店他走了之后还能开50年，荣荣园开到现在6、5年，对面的店换了7、8家招牌，他还在那里，菜还是那个味儿。打得过，但打不起。这个不起，有时候是钱，有时候是命，有时候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比沈老板娘更早，2000年，有一个人用更惨烈的代价验证了这个道理。战国末期，秦国最强，灭韩、破赵，兵锋直指燕国。燕国太子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找来刺客荆轲，要去刺杀秦王嬴政。荆轲临行前，太子丹在易水边为他送行。高渐离记住：荆轲和儿歌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满座皆泣，场面悲壮到了极点。但你仔细算一笔账，燕国真的需要走到这一步吗？秦国当时采取的策略是远交近攻，对远方的燕国其实以安抚为主。燕国只要低调不挑事，至少还能偏安10年。太子丹却因为咽不下这口气，选择了成本最高、风险最大、成功率最低的豪赌。荆轲失败了，秦王大怒，立刻调动大军伐燕。5年后，燕国灭亡。太子丹只算能不能打，没算值不值得打。他付得起刺秦的钱，付不起刺秦失败的代价。而这笔账，他是在易水边上，在满座哭声中一点都没有算清楚。打得过只是门槛，打得起才是决策。第3条，先为不可胜，等对方犯错，而不是逼对方认输。军行篇里有一句话，是整部《孙子兵法》的灵魂：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
翻译成白话，真正会打仗的人是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然后等对方自己露出破绽。能不能不败，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。对方什么时候犯错，那不是你能决定的。很多年前，鹿港有一对兄弟合开一间五金加工厂，哥哥管业务，弟弟管厂务。哥哥能力强，能言善道，把客户伺候得服服帖帖。弟弟木讷，只会闷着头在厂里顾机台。有一年，一个大客户的采购经理私下找哥哥，说想跳槽出来自己开贸易公司，希望哥哥把厂里的订单转给他，条件是给哥哥30%干股。这是一条捷径，不用出资，不用担风险，每年多几百万进账。哥哥动心了，试探性地问弟弟。弟弟沉默很久，只说了一句话：我先把厂顾好，你那边的事你想清楚就好。其哥哥后来没答应那门生意，不是他道德多高尚，是他那天晚上躺在工厂阁楼的单人床上，听着楼下冲床的声音，忽然想明白一件事：他那采购朋友能背叛自己的老板，总有一天也会背叛他。而弟弟从18岁就在这里顾机台，30年了，没有说过一句漂亮话，但也从来没有让任何一张订单出过包。5年后，那个采购经理的贸易公司倒了，哥哥的工厂还在，弟弟还是每天7点进厂开机台。先位不可胜，不是消极等待，是把基本功磨到别人钻不了空子。你不出事，就是给对手最大的压力。比这对兄弟更早，1900年，东汉开国功臣冯异把这条兵法做到了极致。冯异是光武帝刘秀手下大将，但他在军中的绰号很不像将军，大树将军。为什么？因为每次打完胜仗，诸将聚在一起争功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吵得面红耳赤，唯独冯异默默退到一旁，靠着大树坐下来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不争功，不是因为没功可争。更始2年，刘秀被数十万敌军围困在河北，粮尽援绝，是冯异星夜赶至，搜集豆粥，救活了全军的命。那场仗打完，论功行赏，冯异应该排第1，但他没有出列，他坐在大树下，看着同僚们争得不可开交，脸上没有不平，也没有轻蔑。刘秀后来知道了，亲自走到那棵大树下，对冯异说：将军之德，虽古之良将，何以加焉？冯异不是不会争，是不争。他知道，主公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今天你争到的功劳，明天会变成别人嫉妒你的理由；今天你让出去的功名，明天会变成主公信任你的凭据。他活到了刘秀一统天下，被封为阳夏侯，图行云台，名列云台28将。而那些当年争功最凶的人，大多在权力斗争中早早折损。先位不可胜，不是把自己练成铁板一块，是把自己练成水。水不争，所以没有东西能伤到它。你泼他一刀，刀过水河，了无痕迹。第4条，胜利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谋攻偏。最著名的一句话，多数人都背错了。大家以为孙武说百战百胜，善之善者也，错了。原文是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打100次，赢100次，不是最厉害的，最厉害的是根本不用打，对方就服了。1990年代，云林麦寮的六轻工程是台湾史上最大的填海造地工程。王永庆要在那片海埔新生地上盖出全世界最大的单一石化园区。当时全台湾的环保团体都在反六轻抗议，陈情立法院质询，风风雨雨搞了7、8年。换成别的企业家，可能早就告人，可能早就派黑道去沟通了。王永庆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儿，他没有去跟环保团体辩论六轻会不会污染。他直接把全台湾各大学的环评教授、环保署的官员、地方意见领袖一车一车请到麦寮海边，他让每个人站着吹2个小时海风，看着那片灰茫茫的浊水溪出海口，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：这里除了风什么都没有。我的子弟要在这种地方工作，你们放心，我比你们更不放心。
他把最先进的防止污染设备列成清单，一项一项摊在桌上，承诺全部采用当时欧洲最高标准。最后他说：“各位，如果还是不信，六轻营运之后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欢迎你们随时进来检测。”王永庆说到做到，抗议的声音慢慢安静下来。胜利从来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让事情往前走。用道理压倒对方，对方只是闭嘴；用诚意打动对方，对方才会变成你的队友。比王永庆更早，2400年，晋国有一位世会的大夫，也用同样的方法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晋景公时，国内盗贼横行，官府抓了一批又一批，今天斩首，明天又有新的盗贼冒出来。景公头痛不已，有人推荐世会。世会上任后，第一道命令是废除缉捕令。群臣大惊，不抓盗贼，盗贼不就无法无天了吗？世会说：“你们抓了这么多年，抓完了吗？”他换了一套做法，他把法令简化，减轻刑罚，对主动归顺的盗贼既往不咎，甚至给愿意改行的盗贼发放安家费。几个月后，晋国的盗贼消失了，不是被抓光的，是自己不想当了。当社会给他们一条体面活下去的路，谁愿意在刀口上填写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，用拳头让人低头？他只会等你有破绽时反咬一口，用道理和诚意让人服气，他会变成你的城墙。第5条，接受失败。真正的强者是输得起的。九地篇讲投之亡地，然后存；陷之死地，然后生。很多人以为这是叫你去拼命，其实不是。孙武是在说，接受你此刻的局限，才能找到真正的生路。1999年921大地震，南投中寮几乎全毁，一位姓廖的农民，果园塌了，房子也塌了，最爱的妻子压在瓦砾堆下没能出来。那年他58岁，一辈子没离开过中寮，只会种香蕉。地震后，很多善心团体来帮忙发钱发物资，也有人劝他去都市投靠亲戚。你这个年纪重来太难了，他没有走。他把果园的残枝清掉，借钱买了新苗。同行笑他，香蕉3年才收成，你61岁还能爬上梯子吗？他没说话。3年后，他的香蕉园是全中寮复耕最快、质量最稳的一片。有人问他，你怎么还有力气从头来？他蹲在园子里，摸着新长出来的蕉叶，说了一句，哭也回不来了，日子还要过，我不种谁种？孙子兵法从来不教你一定会赢，他教你输得起的人才有资格赢。因为你不怕输，就不会被恐惧逼住做蠢事，你不急着翻本，就不会掉进更大的坑。你接受这一局牌面不好，就不会把下一局的筹码也压进来。比廖阿伯更早，2000年有一个人输得比他更惨。司马迁汉武帝时的太史令，因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，被处以宫刑，那是比死刑更羞辱的惩罚。一个男人失去了男人最根本的尊严，他可以死，士可杀，不可辱。汉代的士人最看重气节，他有无数理由选择死亡，为了名声，为了气节，为了不再受辱，但他没有死，他选择活下来，活在一具残缺的身体里，活在旁人的冷眼与嘲笑里。他活下来做什么？写一部书。他写的这部书，从皇帝写到他生活的时代，横跨3000年。他写完的时候，已经是个须发皆白的老人。他把书稿托付给女儿，然后从史书中消失了。这部书叫《史记》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：人固有一死，死有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他选择了那条更难的路，不是不怕死，是有一件事比死更重要，他还没做完。真正的强者，不是没输过，是输了还能站起来，拍拍土，把该做的事做完。廖阿伯种活了香蕉园，司马迁写完了《史记》。他们输掉了一局，但没有输掉整场牌局。把时间拉长，你会发现那些真正笑到最后的人，
不是赢得最多的，是输得起的。13篇6000字，说穿了其实只有3句话。第一，看清楚自己几两重，牌不好就收手，不丢人。第二，牌还可以就先别急着下注，算清楚代价，找对战场，用强项打人家的弱项。第三，如果真的一时打不赢，那就先活下去，活着的人才有资格等到对手犯错的那一天。孙子兵法没有一招制敌的秘籍，没有逆转乾坤的神迹，他只有一句老老实实的话：真正的强者不是没输过，是输了还能站起来拍拍土，把牌接着打下去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一类男人，他们显得格格不入。当别人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称兄道弟的时候，他总是那个早早离场的人，甚至根本就不会出现。当别人在群组里热火朝天聊着八卦抢着红包的时候，他几乎常年潜水，甚至连个表情包都懒得发。他们不爱凑热闹，不喜欢无效的社交，甚至在很多人眼里，他们被贴上了孤僻高冷不合群，甚至是没出息的标签。很多人会说，这种人太不会做人了，路会越走越窄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也是一个颠覆你认知的社会潜规则。真正能成大事的男人，往往都是独来独往的。那些看似热热闹闹、朋友遍天下的人，往往在关键时刻身后空无一人。而那些习惯独处、享受孤独的男人，才拥有着你想象不到的强大内核与顶级智慧。今天我就要带大家撕开这层表象，去看看这些独来独往的男人背后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帝王心术和人生谋略。在我们正式开始这场深度的灵魂对话之前，如果你也不想在喧嚣中迷失自己，如果你也想看透这复杂的人性江湖，请动动你的手指，点个赞，点个订阅。我是决胜谋略，让我们一起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做一个清醒的布局者。好，我们正式开始。首先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一个男人这一辈子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？是金钱吗？是权力吗？是女人吗？都不是。男人最稀缺的资源是清醒，是在这个光怪陆离、充满诱惑与陷阱的世界里，始终保持头脑的冷静与清醒。而这种清醒，在热闹的环境里是绝对得不到的，它只能来自于高质量的独处。你看现在的这个社会，就像一个巨大的染缸，每个人都在里面拼命的搅拌。今天这个饭局，明天那个聚会，后天又是什么行业交流？表面上看，大家都在积累人脉，都在互通有无。但你仔细回想一下，你在那些推杯换盏、吞云吐雾的场合里，真正得到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吗？除了第二天醒来欲裂的头痛，除了越来越虚胖的身体，除了手机通讯录里多了几个躺尸的陌生人，你还剩下了什么？真正的聪明人早就看透了这种社交的本质，这绝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高级的止损。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在商界圈子里，有一位做高端建材生意的周总，今年50出头。如果你倒退20年看他，他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。那时候的他是圈子里出了名的社交达人，为了拿订单，为了搞关系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外面应酬。KTV、桑拿房、大排档、5星级酒店，哪里热闹哪里就有他的身影。那时候他觉得这就是本事，这就是男人该有的样子。朋友多了，路好走嘛。可是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。那一年房地产行业动荡，他的资金链断裂，欠了一屁股债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他才真正看清了所谓人脉的嘴脸。他拿着厚厚的通讯录，打了整整2天的电话。那些平日里跟他称兄道弟、拍着胸脯说有事儿你说话的哥们儿，要么不接电话，要么顾左右而言他，甚至有人怕他借钱，连夜把他拉黑了。那一刻，周总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霓虹灯，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好安静，安静得让人心寒，
也安静得让人清醒。从那以后，周总就像变了一个人，他戒了酒，退了所有的群，推掉了99%的应酬。每天下班，他不再去赶场子，而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研究新型环保材料，研究古代建筑结构，甚至开始学习绘画和设计。刚开始，很多人在背后笑话他，老周是不是受刺激了，变得这么孤僻，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甚至有传言说他已经破产跑路了。周总听到了，只是一笑置之。他用那段漫长的独处时光，把公司的产品线重新梳理了一遍，砍掉了那些依靠人情关系维持的低利润项目，专注于研发一种具有专利的特殊涂层。整整3年，他几乎销声匿迹。但是3年后，当他带着新产品重新杀回市场的时候，整个行业都震惊了。他的产品因为技术领先，质量过硬，根本不需要他去陪酒，客户排着队拿着现金来求合作。那些曾经躲着他的人，又开始凑上来套近乎。但这一次，周总只是礼貌地拒绝，然后转身回到自己的世界。后来有一次采访，有人问他：“周总，你现在为什么这么难约？”周总淡淡地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我希望屏幕前的你也能记住。他说：“以前我以为我在酒桌上是在经营人脉，后来我才明白，我那是在浪费生命。一个男人，只有当你自己强大的时候，你才有人脉。而强大是在孤独中修炼出来的，不是在酒桌上喝出来的。这就是独处的力量。独处不是让你与世隔绝，而是让你有时间去打磨自己的武器，去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在热闹中，你只能随波逐流，只有在独处时，你才能弯道超车。再往深了说，独处其实是一个人找回灵魂的过程。我们从小到大都在扮演各种角色，在父母面前你是儿子，要听话；在老婆面前你是丈夫，要体贴；在孩子面前你是父亲，要威严；在老板面前你是员工，要服从。我们戴着厚厚的面具，陪着笑脸去迎合这个世界。可是你有多久没有问过自己，我是谁？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很多男人活到中年，突然觉得很累，那种累不是身体上的，是心累，觉得自己像一头蒙着眼睛拉磨的驴，不停地转圈，却不知道终点在哪里。这时候，如果不懂得独处，人是会崩溃的。我有个朋友姓李，是个资深的工程师，技术过硬，为人老实。他前半辈子就是那种标准的好男人，工资上交，家务全包。为了满足家人的期待，为了周围人的眼光，他拼命工作，不敢有一丝懈怠。可是就在45岁那年，他突然叛逆了。起因很简单，他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，需要静养。在养病的那段时间，他突然迷上了钓鱼。病好之后，每到周末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围着灶台转，或者陪老婆逛那些无聊的商场，而是背起鱼竿，一个人开车去几十公里外的水库。有时候一坐就是一整天，哪怕一条鱼都没钓到，他回来的时候也是神采奕奕，哼着小曲。由于他的转变，家里刚开始很不理解，老婆抱怨他不顾家，朋友说他变得冷漠。但李工程师跟我说：“兄弟，你不懂。当我一个人坐在水边，看着水面的波纹，听着风吹过树叶的声音，我才感觉我这条命是属于我自己的。”在那几个小时里，我不用讨好任何人，不用担心 KPI， 不用管孩子的成绩，我就是我，那种自由的感觉千金不换。而且神奇的是，自从他开始有了这段独处的时光，他的脾气反而变好了。以前回家总是一脸疲惫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容易发火。现在他把在外面积累的负面情绪都在独处的时候消化掉了，带回家的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丈夫和父亲，他的工作效率也更高了。因为脑子清醒了，很多技术难题在水边做一做，突然就有了灵感。你看，这就是独处的第二层含义。
它是男人精神的充电站。男人在这个社会上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，他不能像女人那样有了委屈可以哭，可以找闺蜜倾诉。社会对男人的要求是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所以男人的苦往往是烂在肚子里的。如果没有一个独处的出口，这些负面能量就会在体内堆积，最终变成疾病，或者变成射向亲人的子弹。爱独处的男人，他们懂得自我疗愈，他们不需要通过别人的安慰来舔舐伤口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修复机制。这也是为什么这类男人的情绪往往非常稳定，他们是家里的定海神针。当家里遇到大事，别人慌作一团的时候，他能冷静下来，一个人躲在阳台抽根烟，或者下楼走2圈，然后回来告诉大家，别怕，有我呢，这事儿能解决。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质，就是在无数次独处中修炼出来的。此外，爱独处的男人在人际关系上往往有着极高的洁癖和质量。很多人误以为独来独往就是没朋友，大错特错。他们不是没朋友，他们只是不乱交朋友。他们深知猛兽总是独行，牛羊才成群结队的道理。现在的社会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成本太高了，大家都在演戏，都在说场面话。而一个习惯独处的男人，他因为足够了解自己，足够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，所以他对别人的虚伪有着天然的识别能力。他就像拿着一个照妖镜，一眼就能看穿谁是真情，谁是假意。他不会为了合群而合群，不会为了所谓的面子去维持一段低质量的关系。他的朋友圈子可能很小，也许就那么2、3个知己，但是这2、3个绝对是那种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交情。他们平时可能几个月不联系，各忙各的，但是只要其中一个有难，另一个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，没有废话，直接办事。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，才是成年人世界里最顶级的奢侈品。相比之下，那些整天呼朋唤友、称兄道弟，关键时刻却鸟兽散的塑料兄弟情，简直廉价的可笑。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维度，独处是一个人修行的最佳道场。古人说君子慎独，意思就是说，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，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在独处的时候，更能严格要求自己，不放纵，不越轨。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人在人前是谦谦君子，人后却是另一副嘴脸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活给别人看的，他们的道德底线是建立在监管之上的。一旦没人看见，内心的恶念就会跑出来。而爱独处的男人，他的道德是内生的，他不需要观众，因为他自己就是自己最严格的观众。他在独处中读书、思考、感悟天地自然。我认识一位修表的老师傅，姓王，在老街的一个角落里开了个小店，干了一辈子。他那个店很小，没有空调，只有一张工作台和满墙的钟表。他每天就坐在那里，带着寸镜，手里拿着镊子，一坐就是10几个小时。周围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有的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，有的搞着各种促销活动。只有他那里永远是安静的，只有钟表走动的滴答声。有一次我去修表，问他，王师傅，你这样天天一个人坐着，不觉得枯燥吗？不觉得寂寞吗？王师傅抬起头，透过厚厚的镜片看了我一眼，笑了笑说，年轻人，心乱的人才觉得枯燥。当你真正沉浸进去，你会发现这小小的机心里有大千世界，每一个齿轮的咬合，每一根游丝的颤动，那都是时间的脚步。我在跟时间对话，怎么会寂寞呢？那一刻，我肃然起敬。这位王师傅虽然是个普通的修表匠，但他已经达到了一种道的境界。他在独处中找到了生命的节奏，找到了内心的安宁。他不需要外界的掌声，因为他已经在自己的世界里获得了最大的圆满。这种境界是那些整天忙着追逐名利、忙着攀比炫耀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。所以，朋友们，
当你看到身边有那种独来独往的男人，不要去嘲笑他，更不要去打扰他。他可能正在进行一场你看不见的伟大工程，重塑他自己。如果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，或者你正在尝试成为这样的人，那么我要恭喜你，你正在走上一条通往强者的道路。这条路注定是不拥挤的，甚至是冷清的。你会面临误解，面临孤独，面临诱惑。你可能会在深夜里感到彷徨，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。但是请你务必坚持住，不要因为别人的不理解而怀疑自己，不要因为社会的浮躁而改变自己的节奏。你要相信，所有的大树在成为参天大树之前，都曾在黑暗的泥土里独自扎根了很多年。所有的蝴蝶在破茧成蝶之前，都曾在狭小的蛹里独自忍受了漫长的黑暗。独处不是孤独，它是灵魂的狂欢，是强者的特权。在这个喧嚣的时代，能够安静下来，听听自己心跳的声音，是一种莫大的福气。最后，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：猛兽独行，牛羊成群。愿你我都能修炼出一颗强大的内心，在独处中丰盛，在喧嚣中清醒，不随波逐流，不人云亦云，活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回首半生，你觉得是合群更累，还是独处更累？在评论区留下一句你的大实话，给还在迷茫的年轻人一点过来人的指引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触动，哪怕只有那么一句话扎进了你的心里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转发。这不仅是对我的支持，更是你对这种生活态度的认同。